最近这段日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咱们周边这片海面上啊，风有点大，浪有点急，总有那么几只苍蝇蚊子啊，嗡嗡乱叫，挺烦人的。前几天啊，咱们聊过日本，那是真不消停啊，以那个高氏大妈为首的一帮人是上蹿下跳的，好像不挑衅一下中国，他们晚上就睡不着觉似的呀。但是呢，这一期啊，咱们要聊的主角是另外一个更有意思、更奇葩，甚至可以说有点迷之自信的邻居——菲律宾。说起这菲律宾啊，最近呢是相当的高调啊，这为了跟日本那帮右翼分子啊搞什么梦幻联动啊，这菲律宾也是拼了老命的在找存在感。这不啊，前两天菲律宾那边啊突然是敲锣打鼓，满世界嚷嚷的，说他们在这个海上啊打了个大胜仗。哎呦喂，我当时一听，心里面咯噔一下，心想坏了呀，难道是菲律宾那个破海军突然基因突变了？难道是把咱们的航母给怎么了？结果我定睛一看新闻啊，好家伙，差点没把我大牙笑掉啊！这就好比一只吉娃娃对着一头藏獒叫了2声，藏獒没有搭理它，转身走了。这吉娃娃回头啊，就跟全村的狗吹牛，说看见没，那只藏獒被我吓跑了。今天啊，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这个菲律宾式的精神胜利法，看看他们这出戏啊演的究竟有多拙劣。那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咱把这个时间啊拨回到11月24号。那天呢，这个菲律宾那边有一家叫《每日问询者报》的媒体啊，那是头版头条啊，字号得有铜钱那么大啊，高调报道了一则捷报。这报道里是这么说的：当地时间23号，咱们英勇的菲律宾海警船在黄岩岛，注意听哦，他们说的是黄岩岛附近的海域巡逻，走着走着，哎，碰见2艘中国海警船。这个时候呢，高潮来了啊！根据这个菲律宾官方放出来的视频画面啊，他们船上的一位女海警啊，那是相当的威武霸气啊！她抓起无线电，对着咱们中国海警船就是一顿输出啊！据说用的是最严厉的语气、最强硬的措辞，甚至还发出了命令咱们中国船只，这里是菲律宾海域，你们赶紧离开！哎，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啊，真的，我都替那个女海警尴尬呀。她在那个狭窄的船舱里啊，拿着对讲机，声嘶力竭的喊，还要摆出一副我是这一片老大的架势。然后呢，这菲律宾媒体啊就开始自嗨了呀。他们在这个报道里写道：经过我们海警队员严厉的警告和驱逐，我们成功捍卫了主权，防止了中国非法存在的常态化。甚至还把那些船员塑造成了民族英雄，那感觉仿佛他们刚刚在海上经历了一场类似中途岛海战那样的大对决啊，然后凯旋而归，就差放鞭炮庆祝了。但是各位，咱们都是成年人哦，凡事呢得多问几个为什么。哎，我就想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啊，你们这个菲律宾喊是喊了，这嗓门是挺大的，但是咱们中国海警船真的如你们所说被吓跑了吗？真的撤走了吗？那对于这个关键问题，菲律宾媒体呢是顾左右而言他，死活不提。嘿，这就有意思了。按照菲律宾那个性格，咱们都了解啊，那属于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个帖子就上访的主啊。那如果真的把中国海警船逼退了，哪怕是中国的船只往后倒车倒了1米啊，他们都能吹成击退中国入侵10公里。哎，现在啊，居然闭口不谈结果，只谈过程中的嗓门大。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的中国海警船啊，压根就没鸟他们。那如果这个事情啊，只是菲律宾喊话，中国不理啊，那也就是个普通的碰瓷儿新闻，不值得咱们聊这么久。最搞笑，也是最打脸的反转来了，这就得感谢现在的科技发达啊。那海上的船在哪儿呢？公开的船舶定位网站上一查便知啊。这有细心的网友和这个军事专家啊，把当天的航行数据调出来一看，好家伙，全场爆笑。菲律宾媒体啊，不是信誓旦旦的说啊，事发地点在这个黄岩岛附近吗？咱们都知道这个黄岩岛那是咱们的固有领土，离菲律宾还有一段距离呢。但是啊，这个定位数据显示啊，这2艘中国海警船3305号和4305号跟这个菲律宾海警船互动的地方，压根就不在黄岩岛，在哪儿呢？就在菲律宾的家门口。具体点说啊，是在距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湾近在咫尺的地方。那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咱们的海警船啊，不是在公海上跟他们偶遇的，而是直接开到他们眼皮子底下，那几乎是贴着他们的脸在巡逻呀。
咱们打个比方啊，这个菲律宾呢，就像个看家护院的。他原本吹牛说啊，我在村口黄岩岛把坏人给拦住了。结果这个监控录像显示啊，这所谓的坏人啊，其实已经坐在他家客厅喝茶了。然后他就站在这个卧室门口，哆哆嗦嗦的喊：“你出去啊！再不出去我就不客气了。”这就叫丧事喜办，这就叫自欺欺人。咱们的海警船啊，都快开进马尼拉湾看日落了，这菲律宾海警才后知后觉，慌慌张张的派船出来拦截，拦截又拦不住啊，只能隔着老远喊两嗓子。回去啊，还得发新闻稿说自己赢了。这心理素质，我是真服气啊！这哪里是在维护主权啊？这分明是大型实景喜剧演出啊！咱们再来聊聊这次对峙的双方选手，这对比啊，比刚才的地理位置还要惨烈。菲律宾那边派出的是个什么神兵利器呢？是一艘叫卡布拉号的海警船。那这船是啥来头呢？它是日本之前援助给菲律宾的旧船，长44米，排水量320吨。320吨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平时啊，在这个公园里划的那种大点的游船，或者是内河里运沙子的小船，也就是这个量级。在这个茫茫大海上啊，这就是一片树叶啊，稍微来个3、4级的浪啊，这个船啊，在里面就得跟摇摇船似的呀，船员估计光是晕船就得吐得七荤八素了。再看看咱们中国海警都派去了谁？2员大将，3305舰和4305舰，这2艘船啊，那都是3000吨级以上的大型执法船啊。特别是这个4305舰，那可是个狠角色，舰长134米，咱算算啊，这个菲律宾那个船啊才44米，咱们这个船啊是它的3倍长，排水量更是它的10倍啊。这就像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啊，一辆快报废的老头的电动车，非要去别一辆满载的重型大卡车，这不是找死吗？而且啊，咱们不仅仅是个头大啊，咱们那是带刀侍卫。4305舰上装备了一门76毫米的主炮，还有2门30毫米的副炮，甚至后面还有直升机起降平台。各位，这个海警船装76毫米的炮是什么概念啊？那是正儿八经的舰炮，一炮过去啊，就菲律宾那个300吨的小木板船，能不能扛得住一发都是问题。哎，都不用开炮，咱们那个船啊，直接开足马力撞过去啊，光是激起的浪花啊，都能把卡布拉号给掀翻了。所以在这种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啊，这个菲律宾说什么严厉驱逐啊，说什么命令离开，是不是显得特别的滑稽啊？这就好比只蚂蚁啊，指着大象的鼻子说：“你给我让开，不然我踩死你。”这大象可能连听都没听见，那或者是听见了，也就是觉得耳朵边痒。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了啊，这个菲律宾是不是傻呀？哎，他明明知道打不过，明明知道咱们都在他家门口了，怎么还这么调戏呢？是谁给他勇气啊？其实菲律宾这波操作吧，背后呢是有高人指点或者是怂恿的。大家注意时间点啊，就在这个事儿发生的前几天，美国那边有动作了。美国海军陆战队高调宣布啊，向菲律宾临时部署了一个中队的死神攻击侦察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呢，是从菲律宾邦板牙的巴沙空军基地起飞的。哎，名义上啊，美国说这是支持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实际上大家都懂啊，这就是来南海搞偷窥的呀。他是为了配合刚刚抵达南海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战斗群，来刺探咱们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再看这个日本啊，这个菲律宾那艘破船啊，就是日本给的。日本最近啊也是上蹿下跳啊，又是搞演习，又是发声明的。所以你看懂了吧？菲律宾这就是个提线木偶，美国呢是那个提线的，日本呢是在旁边敲边鼓的。这美国人说：“小飞啊，你上去闹一闹，我在后面给你撑腰。”日本人说：“对对对，我给你传，你上去顶着。”这菲律宾这个小马克思政府呢，那是真的头铁啊，或者说是真的傻。他过高的估计了美国爸爸的承诺，又严重的低估了咱们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他以为啊，有了这个美国的无人机，有了日本的破船，他就能跟中国掰手腕了。这里啊，咱们不得不提一个新词儿，叫菲律宾营学。以前呢，咱们总笑这个印度营学，说这个印度摔了飞机啊，也能丧事喜办。现在看来啊，这个菲律宾啊，真是有过之而不及啊！你看印度最近这个光辉战机又摔了，灰头土脸的。这菲律宾呢，被人家都堵在家门口了，还能发这个新闻稿庆祝胜利啊！这俩国家啊，真是一对卧龙凤雏啊，难兄难弟啊！这阿 Q 精神，鲁迅先生看都得直呼内行啊！我打不过你，但是我精神上赢了你，甚至我在报纸上赢了你。
咱们笑归笑啊，骂归骂，但是这事背后的信号呢，其实非常的严肃。这次咱们中国海警船直接开到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附近巡航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溜达，这是一次无声的但是震耳欲聋的警告。这说明了中国海警的执法范围啊，已经不仅限于南海那几个岛礁了，咱们具备了全域到达、全时段掌控的能力。我们的船能长时间在你的核心区域活动。那用句大白话说，咱们现在是想去哪儿呢就去哪儿。以前是在这个村口堵你，现在是直接坐在你家门口堵你。这叫什么？这叫降维打击。菲律宾如果还看不清形势啊，还沉浸在那种我有大哥罩着，我发个新闻稿就算赢的幻想里啊，那后果是很严重的。真要动起手来啊，别说那个什么卡布兰号了，那就是菲律宾那几艘压箱底的军舰，在中国海空立体的打击力量面前啊，那都不够塞牙缝的呀。咱们都不用动用海军啊，光是海警这几艘万吨大驱、几千吨的带炮执法船啊，就够他们喝一壶的了。最后呢，我想送菲律宾一句话啊，别把中国的克制当软弱，别把流氓当靠山，也别把意淫当胜利。如果继续这么执迷不悟啊，继续给这个美国当炮灰，那迟早有一天，咱们的海警船啊，可能就不只是在马尼拉湾外面看看风景这么简单了，到时候那是真的会自食恶果。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那对于菲律宾这波丧事喜办的操作，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